哎，有鸡仔餅食啦！在广州，有一种小吃，同样因为一种特殊的配料，让主角熠熠生辉。清晨，广州中山6路，空气中弥漫着南乳的馥郁芬芳，招呼声混合着叫卖聲，拉開了街坊們一天工作和生活的序幕。雞仔餅啊，廣州嘅美食明信片，中意食雞仔餅嘅朋友可以埋嚟試下㗎。大概10天到啦，我哋係夜晚黑食幾粒宵夜嘅啫，當。雞仔餅誕生於260年前的廣式老茶樓成珠樓，時光如流，它從未淡出過老廣的茶點排行榜，和佛山芒公餅、中山杏仁餅、陽江炒米餅被譽為廣東4大名餅。雞仔餅的最大特點是耐人尋味，入口後與唇齒接觸，即能瞬間散發出脂肪香、果仁香、蒜香和南乳香。呢個係第4代師傅創嘅南乳味雞仔餅，外脆內軟，35蚊一斤。盧正玉，雞仔餅專賣店的東家。開店之前，他從沒想過自己的手做雞仔餅有一天能吸粉無數，靠着口口相傳的口碑，積攢了一大批忠實的食客。現做現賣是盧正玉店鋪的特色之一。35蚊7毫啊！35個7啦，嗱，記住翻去唔使放冰箱啊，20天嘅保質期。從朝早翻嚟開檔、製作、控制，睇住隻出品，層層把關。用凡事一腳踢來形容盧正玉這6年的狀態，再貼切不過了。從2015年決定重操舊業的那天起，盧正玉的日子比過往的幾十年都更忙碌。老闆娘，你好。你好，我訂嘅南乳到貨未啊？到貨啦，好香啊，訂先有啊。我睇睇先，有冇上次咁嘅質量啊？可以，好嘅。下次一定要保證咁嘅質量俾我啊！好，你一定要同我把關嘅喎。好。南乳同埋冰肉呢兩個係好重要嘅，直接影響到成個南乳雞仔餅嘅出品味道。位於原料之首的南乳是腐乳的一種，既可調色又可調味，由長江以南的浙江人所創，故得名南乳。南乳在粵菜的運用範圍甚廣，南乳豬手、南乳扣肉、南乳排骨都是老廣味覺記憶中的經典。雞仔餅裡無雞肉，但是咬一口卻有真真切切的脂肪口感，那是由冰肉帶來的。冰肉由豬的肥膘醃製而成，製作最繁瑣的步驟就是去皮切粒。這些筋要取掉它，這些瘦肉都要取掉它，有淤血的地方也要取掉它。後邊要切條切粒嘅時間，起碼要用到個幾2個鐘頭。切粒後的肥膘加入白糖、燒酒，攪拌均勻。糖的蔗糖汁和酒的汁類分解了肥膘部分的甘油三酯，可去除肥膘的油膩。醃製過嘅新鮮冰肉，而家係粉紅色嘅。經過幾天嘅醃製以後呢，佢會由粉紅色慢慢變成雪白色。待冰肉完全醃製後，雞仔餅的製作才算正式開始。在老廣的食譜裡，凡餅必有皮，皮的作用是讓餅脆而不焦。通過手感知道呢嚿麵團嘅筋度去到幾高啦。看似簡單的功夫，每一步都在考驗手作者的功力和經驗。在等待把皮喚醒的過程，盧師傅開始餡料的撈製。花生仁兒、瓜子仁兒、芝麻仁兒、冰肉、潮豬粉、花生油、麥芽糖和蒜蓉南乳是雞仔餅的8大原料。南乳雞仔餅，南乳係最重要嘅。你睇下南乳幾靚。
南乳在鸡仔饼的馅料里，就像一条引线，把果仁的脆香、蒜蓉的辛辣、冰肉的脂肪香串联在一起。成個過程，所有料撈勻，差唔多要成20分鐘。每樣嘢要求都好嚴肅，即係上一代人傳落嚟嘅呢啲精神。馅料制作完畢，油皮也被喚醒了。盧師傅用木棍將油皮擀成1厘米厚，融合了脂肪香、花生香、南乳香、蒜香於一體的馅料，被油皮裹在囊中，再用菜刀切分成大小均一的長方形塊狀，最後掃蛋漿入爐烤製。個過程中咧，仲要睇有面火啊底火，面同底放出嚟嘅顏色要基本上一樣。成個過程要20分鐘。雞仔。哦，好。新鮮出爐啊！南乳味雞仔餅啊，冇香精、冇色素、冇防腐劑嘅。整翻嚿試下。我呢個原生嘅。我要脆嘅。以前嗰個年代靠賣雞仔餅係冇辦法養家嘅，家下經濟好翻，大家都想回味翻情懷美食。好，阿姐，啱啱出嚟嗰啲餅啊！一塊小小的雞仔餅，因其特殊的配料，成就了特別的口味。歷經上百年的傳承和演變，更融入了老廣們的情感。代代相傳的，除了老底子的製作工藝，還有初心不改的寄託和念想。好辛苦啊！睇怕我下一代可能都唔會接手呢個工作。有個心願咧，就想廣州傳統美食雞仔餅咧，可以代代相傳落去。多謝啊！老廣們通過傳承100年的雞仔餅，留住集體回憶。同樣有一道久違的老廣風味，五柳蛋，正是小時候就入坑的熟悉味道。6月，位於廣州越秀山腳下的中國大酒店，迎來了2021年第一場消失的味道品鑑會。咁輝師傅同我哋介紹下呢個餡有啲咩來頭咧？有啲咩喺度？呢個就係西施醉魚，鹹中帶甜，甜中帶鮮嘅。點解話醉魚呢？就係因為用咗酒。西施醉月、燒雞月、臘腸月，100多年前，老廣們把迥然不同的餡料搭配在一起，衍生出內涵豐富、讓人浮想聯翩的老味道。喺博物館裏邊攞到月餅嘅菜單咁，定咗個型，定咗個味口，定咗個用料，大概我哋去咗5個月嘅時間。飛哥早晨。係早晨。徐錦輝，中國大酒店中餐行政總廚，在過去35年的粵廚生涯裏，從小工到總廚，一步一個腳印的摸爬滾打，成就了他廣州10大名廚的稱號。炒個辣椒啊，炒埋個辣椒俾佢唔得咯，你唔俾佢俾牛肉佢唔得咯。我平時都係我哋中餐嘅出品個質量啦、成本控制啦，同埋咧就會研發新菜式啦，帶領我哋個團隊去完成各項任務啦，同埋咧就帶領啲新人點樣入行咯。作為廣州10大名廚，徐錦輝主創的茶宴、八仙宴等特色宴席很受追捧。2020年的一次博物館之行，輝哥被藏館的100年老菜單觸動了，完完全全咁樣復刻翻以前嘅味道啦、製作嘅方法啦、食材啦，而家好多都缺失咗嘅，其實會係。僅憑一張博物館老菜單復原消失的名菜，聽起來是從未有過的挑戰。嗱，今次咧有個歷史嘅記載喺度，咁佢嘅做法，好放低先嚇。咁佢呢個全節瓜咧，佢嘅歷史記載一定會有肉喺度。100年前的中秋月餅被成功復原，輝哥再次帶領團隊開始實施難度更大的博物館老菜單復原的計劃。呢個江南百花雞啊，同埋真乾啊，咁啊，你啊幫手去研發佢。陸羽居嘅5柳石斑魚，阿松你去幫手去研發走去。最主要就係個5柳嘅醃製過程，我哋個研發重點
接过五柳石斑鱼的复原任務，徒弟阿松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傳統五柳的醃製。五柳佢嘅特色比較爽脆甜，個口感酸酸甜甜咯。五柳是指把木瓜、紅蘿蔔、橋頭、薑、青瓜5種食材切成絲兒，用鹽、白砂糖、米醋3種調料醃製而成的配菜。醃咗之後，去咗水，去咗本身嗰啲苦味啊、澀味啊啲嘢，之後我哋再攞糖，再落醋，重新再醃過。在老一輩廣東人心中，五柳既是能獨當一面的小吃，又能和雞蛋、魚、肉混合成經典粵菜。五柳炸蛋是其中的傑作。五柳炸蛋呢，佢個前身係番茄炒蛋嚟嘅，啱啱好我哋嘅粵菜裏邊嘅五柳同佢個味型係比較相似嘅，咁啊形成咗一個創新菜就五柳炸蛋。雞蛋高溫油炸後變得蓬鬆酥脆，搭配酸甜的五柳料，有助於雞蛋的蛋白質分解，吸出糖分，口感更酸甜可口，是家宴裏上桌即被秒光的存在。唔錯，睇下有冇更加好嘅改進地方。呢個魚唔要皮咧，嗰啲炸嗰陣佢會收縮整到成個魚咧就唔似話即係一片一片啦。師徒倆反覆研究，把石斑魚去皮切塊，用鹽醃製，再加少許蛋液攪拌均勻，最後蘸粉下鍋油炸。放咗嚿魚落去之後咧，喺個160度個油溫裏邊浸一浸佢，夾起曬再復炸。復炸嗰個油溫咧就要去到180度先至落去。咁咧就等佢個油溫一路上升，扯到佢大概200度到，咁炸出嚟嗰個魚先至夠香、夠酥、夠脆。大小均一的石斑魚塊上疊擺盤，添上醃製好的五柳菜，加入秘製的酸甜汁，師徒倆的這道五柳石斑魚水到渠成。今次醃呢啲五柳咧真係夠靚啦，酸得嚟有甜，甜中有鹹，鹹中帶出個酸味，啱啱係一個中和嘅味道嚇。今次係醃咗幾耐時間啦？今次3日，即係下次啦就保持翻呢個標準啦。嗱，試下今次啲炸啲魚咧，保持翻魚味，仲有魚嘅汁水，幾好呢個菜。大家好，嗱呢個咧就係江南百花雞啦，係消失的名菜之中嘅最經典嘅一款菜式嚇，大家慢慢品嘗。呢個五柳值得一試啊！呢個就係我哋啲老師傅一路傳落嚟嗰個配方嚟嘅。今次呢個消失的名菜咧，將近咗半年嘅時間去研發，不下30次每道菜品咁樣品嚐嘅。根據我哋啲老行專俾翻我哋嘅意見啦，去改良咗嘅。一個團隊，幾張老菜單，半年時間，輝哥把沉睡在博物館多年的菜式喚醒了，將傳統的粵味賦予新面目，讓失傳的粵菜再現昔日廣府名席的榮光。全部都係好繁瑣嘅，盡量還原翻佢個製作過程，希望能夠傳承到呢個製作嘅工藝咯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美食和配方在時空中穿梭演變，有些不起眼的食材在悄無聲息的綻放，甚至走向消失，但它們總也逃不過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老廣們的慧眼，將之百般研磨，上演一出出善之左使的好戲。